发财了！都说的，都说的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独孤做家事件，不如沿街去讨饭。找打呀你们！独孤做有娇妻，却为他人做嫁衣。滚！坏小子们，滚！滚！滚！独孤仵作，别往心里去啊，想开一点。我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，这不，今晚请我喝酒。以后谁再敢乱抢，我叫县令抓他们。大雨将至，早归家舍。这是上次蒙县令请我喝茶，有幸能够观瞻咱夫人的模样，县令对亡妻真是一往情深呐。我就这手艺简直，我真不敢相信，这也太像了。县令喜欢就好，我是用桃木做的驱邪。县令自上任以来，严惩盗墓贼，开本县之新风。独孤阳深感钦佩。盗墓乃是大唐律法之重罪，我身为县令，又岂能做事？你开的冥器店，一直出售防御盗墓贼的泥俑，也是值得嘉奖的。我那不过是谋生之计。您知道，靠仵作所得，无法养家糊口啊。哎，虽为仵作，位卑家贫，但若是县里有命案，又如何少得了兄长呢？县令刚才叫我什么？你我都姓独孤，从今往后，你是我兄长。看来我只是找对了人。兄长何意啊？若是觉得这木雕雕的还可以，请要珍惜，一生不弃，最好传于后人。那是自然。我敬兄长。啊，不，我敬贤弟。兄长，哎，
这点小雨，我不用扫。那怎么行？兄长可不能淋着，否则嫂夫人会怪罪我的。好，明天一早到寒舍，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，让他做给贤弟吃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是独孤侠叔。哦，新来的县令，好清秀的脸啊！难怪我家仵作说，新来的县令不但是本家，还是个不错的人。今日一见，虽在深秋，却如春风拂面。进来吧。你何时到了石阳？为何不住到光县里去啊？你干什么啊？再让人看见。你如何多了颗痣啊？故意逗我的，把什么粘在脸上了？让我看看。你这县令，也不能大白天的动手。你是我妻，我是你夫君，管他白天黑夜的，我要抱你。你干什么？青红，你哎，不行！哎呀，独孤县令，独孤县令！哎呀，你不行！你来我家有何事啊？急事。县令，发生了命案。命案？就是死人了呀！那应该先验尸啊。仵作去了吗？死的就是仵作。独孤阳，你再说一次。独孤仵作在他的冥器殿被自己做的泥俑杀了。娘，他叫谁娘？当然是独孤阳的娘了。可她是我的青红啊！县令，你癔着了吧？她是独孤阳的媳妇儿春条啊。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，让她做给贤弟吃。省长，独孤县令，这案子有点怪。怪，剑在你我手中，定有蹊跷。怎么？石阳县除了我，还有第二个人会查案子了？既然县令亲自来了，那就没我什么事了。牛区长，你怎么能走呢？
当协助县令探破此案呢。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这独孤县令，这案子从哪儿开始查？还请您指教。应该是先验尸吧。看这架势，独孤县令会验尸，太好了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我。你们等一下，结果，苏先生，苏先生，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梦。独孤侠说啊，你既中了进士，又殿试第一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是先生，在南州还我清白，才有今日。你初入仕途就直接当上了县令，这在我大唐可是前所未有的。若不是新君登基，也不会如此。这对你应该也是考验吧？是啊，当官和我想的不一样。这石阳虽小，治理却不易，手下也不怵我。啊，对了。昨日，寻得一知己，认作兄长，没想到今日他竟然被自己制作的女友给刺死了。女友杀人啊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样，我随你进去看看。太好了，请。你谁呀？他是我是独孤县令的幕僚。幕僚啊？对，他可替我验尸。哎，等一等，独孤县令，此非儿戏啊！哎，徐县丞，你这是何意啊？看他的样子风尘仆仆，应是才到石阳吧？请问何时聘为幕僚？我看你就不像好人，用何邪术片刻便迷惑了县令？哎呀，验尸需仵作，你是仵作吗？还真不是，那就没有资格。赶紧滚出去！仵作来也！大唐石阳县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记什么？验尸实录。验尸实录。我来。验。死者口眼张开。验。死者左手未见伤痕。验，死者右手未见伤痕。验，伤口在左胸前要害处，皮肉多卷凸。从伤口处推断，死者死于昨夜的自尸之中。
县令，死者独孤阳瞬间被刺中，毫无防备，当场丧命。凶手行凶后，还狠狠地搅动了利器，好狠毒啊！请求县令尽快缉拿凶手，替我儿伸冤呐！死者是他儿子？对，他是本县上一代的仵作。急火攻心，以致突然晕厥，快带老人家去找郎中啊！愣着干嘛？快帮忙啊！死的是谁呀？独孤仵作，准吗？长官，独孤阳他老娘都哭晕过去了，死的不是他儿子，又能是谁？独孤仵作真的死了？怎么可能？他答应……我看到了，他。是他杀了独孤阳，逃走了。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胡说！我没杀人，没杀人的。杀没杀人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对，你敢说你昨天没去冥器殿？我是去了，但不是子时。昨夜我当值，亥时2刻离开宫廨，到冥器殿最多亥时3刻。我说几句话就走了。我是想告诉独孤阳，春条和董浩谷走得近，我想让他找找董浩谷的麻烦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要是你，就去杀了那董浩谷。仵作不可杀人。那你就眼看着娘子每日去找别人，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？我这正忙着，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，可以先走了。你可以休了春条啊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休了春条，我趁机讨好，让春条改嫁于我。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，我见一时得逞不了，我就走了。你胡说！你就是杀人凶手，你赖不掉。姓钟的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要诬陷于我？我夜间大更常去冥器殿讨水喝。独孤仵作，好人呐，大好人呐！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，就起了歹心。你好恶毒啊！血口喷人，我跟你拼了！牛大明啊，牛大明，你算是被美色给害了。是要问董浩谷还是牛大明？我竟不知如何说起了。那就从今日说起吧。老娘验尸回来，得知独孤阳确实死了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董浩谷。喝茶。独孤阳的死和你没关系吧？什么意思？
你怀疑我？我当然怀疑你。从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和我打听独孤阳藏的印，后来有几次三番的让我查探他的印藏在哪儿。没错，我是好古物如命，但我也不会因此杀人。你说的是真话？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珍品，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。我知道现在问你这个话不合时宜，但我就是想知道，如果现在一边是这印，一边是我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哪个？你这话问的，你手里拿着这印，我怀里抱着你不就行了吗？春条，春条，我是想得到那多面印，但我也确实觉得你好啊。我好古物，但并不贪婪。我只是觉得那些凡夫俗子不配拥有那绝世珍品，就像独孤阳不配拥有独一无二的你。他已经死了，你不配提他。我问你，我要是把那印送你，会怎样？那印真在你手里？你回答我！我娶你！那印就真的那么重要？从一开始，你讨好我，请我喝茶，陪我喝酒，就是为了那印吧？独孤阳，我对不起你。春条，春条，这是你第几次跟踪我了？那哪数得清啊？不过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我是奉命跟踪你，我不跟不知道。你又去见那个董浩古了？你想说什么？独孤阳死了，就算改嫁，你也不能选他呀。他是一个商人，有再多钱，能真心对你好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能对我好？我对你不好，春条，你摸着胸口说呀。牛大明，你趁我喝醉带我回家，试图强暴我，我还没告发你呢。对，我牛大明武艺高强，你以为我真收拾不了你啊？我是不想强迫于你，我想让你心甘情愿的跟我好，我愿意等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独孤阳死了，你可以嫁给我了吧？你无耻！是，他刚死，我说这些是有些不合时宜。1个月后，我派人来提亲。我春条就是死了，也不会让你这种龌龊小人得逞。滚开！我春条虽然肆意，但我是清白的。我出去找人喝茶喝酒，不过是因为独孤阳对我冷漠，我是想改变这种生活。怎的我还没哭，县令却哭起来了？独孤县令想到的是与你有相同经历的另一个女子。县令好个柔软的心肠。春条，告诉我，独孤信多面印是不是在你手上？不在，那多面印我根本就没见过。哦。趁热吃。我去喝茶。
娘子，能不能不要再去喝茶了？不喝茶，难道陪着你守在这儿，守着这半屋子泥人？我这也是为了养家。笑话！你做了那么久的泥人，也没见你拿几个钱回家呀。7年了，我春条在你心里就是个喜欢钱的女子啊。我也不是喜欢喝茶，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更希望那个人是你。可是独孤阳，自从你开了这名气店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自己都快变成个泥人了。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辛苦。你还记得我们刚成亲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你说你那儿有个什么宝印，可不可以拿来我看看？你想干什么？不是，是董浩谷跟我说他知道你有内应。不可能，宝印不能卖。娘子，那宝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有它在，证明我们独孤家还有后人。他董浩谷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那印。他讨好你，为的就是骗我卖印。你去跟他说，让他别做梦了，除非我死了。有本事，你让他来杀了我。你不卖就不卖，你说这些狠话干什么？还后人，你就是个仵作。以后的后人一辈子也不能考取功名，一辈子只能当仵作。我才不要给你生孩子。我说的是气话。我想让他把那印卖了，这样我们就有钱，他就可以带我离开石阳，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当过仵作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我就可以为他生儿女。都记下了吗？董浩谷，本县令现在问你话，你要想好了再回答，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都会被记录在案。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独孤阳死了，我勾引过春条，还一直惦记着独孤信梅晶石多面印。昨天夜里，我去过2次冥器殿，但我没有杀人。2次？都在什么时辰？你去冥器殿做什么？昨天我喝了点酒，到亥初时分还是睡不着，心里憋屈啊！我来石阳4年了，就是得知独孤信多面印在此。开始我以为是在哪个古墓里，一直向盗墓贼求购，未果，几经周折才知道，原来就在这个穷仵作独孤阳的手里。你到底是何时去的冥器殿？亥时3刻离的家。你不问我为何而来？除了那印，还能为什么？聪明人，其实除了春条，就连你那个不着调的内弟春山我都托了。但我回头一想，你我为何不面对面谈？所以我冒雨前来，没想到你还真在店里。开门见山，我出15万钱。
你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，不卖，那放在你手上不也是糟蹋吗？独孤阳，那印真是你们家祖传的？说你是独孤信的后代，谁信呢？好，我信了，我出18万钱。你看看你娘住的是什么地方，好不容易有个媳妇儿，还成天跟人往外跑，就你这副鬼样子，拿着宝印也没用啊。不如换点钱转转运，你祖上在天之灵看着也高兴啊。你真不卖是吧？你脑袋就是泥做的。20万钱，30万。那宝印真在您手上？叫这个价，1分钱也不能少。23万。24万。哎呀，独孤阳没有30万这价，25万。一言为定。我想通了，我确实需要钱。你这样，你把钱都折成银挺，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过来。今夜就要？没钱就算了。不，你等着，我去取。我把店里留的、家里存的银挺凑在一起，刚好够。我只是迫不及待想要回冥器店去交易，可一想到独孤阳说子丑交接之时，我又怕去早了他找借口不卖我。哎呀，我只能忍着呀！想了半辈子的宝物终于可以到手，我心里真是太高兴了呀！时辰到了，雨也停了。我赶到冥器店的时候，发现黑着灯。好你个贱仵作，敢耍我！没道理呀！独孤阳，独孤阳。我没有报官，是怕反被怀疑。公堂之上，你说的可是真话？珍宝阁里的古物，件件珍品，我董浩古的话，句句为实。呀，这是有人说了谎啊！啊，苏先生，愿闻其详。昨晚独孤阳离开宫榭，已临近亥时。牛大明称，他到冥器店约亥时3刻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可钟伯说，在子时末看见牛大明仓皇逃离，并发现独孤阳已死。董浩古亥时3刻出发，到冥器店应是亥时4刻到5刻间，与独孤阳谈妥交易，再折返应是子丑之交。他还进了冥器店，还点燃了火折子，可钟伯却说他没有看见他。若无人说谎，岂不怪哉？是啊，
那子时墨和子丑之交不就是同一时分吗？还有，那个号称在冥气殿打瞌睡被雷电惊醒的春山，他的供词颇为可疑。盗墓贼鲁大之弟鲁二，以及青鸟的阿兄娄青台，至今都下落不明啊！哎，苏先生，这么多谜团，我现在真是有点迷上查案了。所有的一切全都未知，真是有点刺激啊！此非我所愿，但愿事清平。独孤与世，你的话我也曾说过，但我刚才的话则是恩师狄公说的。独孤记下了。苏先生，那我们现在是去灵渡冥气殿。凶案发生在夜里，那么勘探现场的最佳时间也应是夜里。且慢，我来。说谎的人是他。谁？小心！三位兄弟，前右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，这厢有礼，不知为何来这里下此毒手呢？跟你没关系，还请卢将军莫管闲事。这个人，我非管不可。就算他苏无名要死，也要由我亲手解决。你让还是不让？不让。不要追了！樱桃，卢林峰以1敌3，以胜券在握，你跟着捣什么乱啊？卢林峰，多日不见，一向可好啊？哎，你怎么也来石阳了？咋的？被贬了？贬到哪儿去了？什么官职啊？樱桃姑娘，一向可好？好，只是卢将军，你也来石阳了？独孤侠书，是我呀！我现在石阳当县令。哎呀！刺客顺走！苏明，
命！我没杀独孤阳，是独孤阳杀了人。信口雌黄，我是要给你上大刑的。没，不敢，我这回全说，真的。天天搞这些玩意儿，吓死老子了。你一见到钱，就又犯了毒瘾。也不全是。我听见后院有动静，怕被人撞见，说我是贼，就只好先去赌坊碰碰运气。当时一直在打雷，我离开明旗店没多会儿，就下雨了。下住啊！快去离手！起开！下住啊！起开！你看车！又来了，有钱没有？这不废话！还有我的赌具。你输光了钱以后，可是又回了明旗店？是，我打算劝独孤阳卖了那个印，分我钱。无耻之徒！你是打算分了钱再去赌坊？那是什么时分？大概谁呀？某人。那么大的雨，独孤阳竟然还有客人。我就只好再等了，可越等越觉得不对劲。你这个不算给我听着，想让我不杀你，两条：一，不许再做这些带机关暗器的泥俑；二，画一张杀人泥俑的机关图，明晚我来取。凭什么？这是我养家糊口的手艺，你没有权利不让我这么干。还想要机关图？你是盗墓贼吧？你不怕我报官抓你？嘴硬！老子今天就宰了你！我姐夫，你我合力把他擒了，送到公谢，能换1000钱。新县令定的规矩，找死！姐夫，救我！姐夫，死了，死了，是不是也能换1000钱啊？死了，有谁能证明他是盗墓贼？姐夫，人可是你杀的，不是我呀！我的意思是，现在咋办啊？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啊？那我可管不住我的嘴啊！除非姐夫给我点钱，让我远走高飞。你敲诈我？我可是为了救你的性命。我也没有办法，我都这一个姐，嫁给你了，我现在穷得活不下去啊！姐夫，我听说你有个口印，要不你把它给我吧？混账！
你看看，你这还想杀我啊？宝印呢？根本就没有什么宝印。拿着10两银子，离开石阳县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那还有吗？贪得无厌，不得好死。其实10两银子也不少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可到了青川镇，我看姓郭的拿一个假宝印都能骗那么多宝贝，那真宝印一定能换回金山银海。我再仔细一想，真宝印一定就在独孤阳手里，不然董浩狗不会求我。独孤阳有宝印，却让我姐过苦日子，我这个内地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如今10两银子就想让我包庇他杀人，那我肯定不干，我就回了石阳。没想到他已经死了。被杀之人尸体在何处？我不知道，独孤阳让我别管。卢将军，你可是有把握在明气殿找到尸体？太好了，跟苏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什么？今夜勘察现场，应该会有收获。不出意外，明气殿里还藏有尸体。独孤下书，你是要把苏无名吹上天了吧？他并没有查到独孤阳杀人，又如何想着寻找尸体？我当时也是好奇啊，便问：尸体？先生指的是何人的尸体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此案复杂。昨夜在明气殿死的恐怕不止独孤阳一人。那苏无名有没有说去哪儿寻找尸体？这个没有。你记好，凶手藏尸多会利用其特长。卢将军是说，先不用记，找到了再说。走。苏先生说过，这些泥俑都是防盗墓贼的，会有机关暗器，卢将军小心啊！退后。下来。抬出去撬开，让春山来认。这不是独孤阳杀的那人。娄清台，卢将军，这是刽子手娄立德之子娄清台啊！你们看是不是？是娄清台，没错。哎呀，这泥俑里果然有尸体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苏无名说梦话，说什么泥俑尸体，泥俑尸体。果不其然，这尸体就藏在这半成品的泥俑中。将尸体抬出来。难道是娄清台前来寻仇，反被独孤阳给杀了？不可做此盲目推断。之前给独孤阳验尸的那个女仵作曹慧何在？可否请她来？好，我去安排。借刀一用。
暂且避开。来，走，走。哦。卢将军，好身手啊！他怎么都知道啊？抬出去，撬开。是。杀了多少人呢？就是他！不是我杀的，是屠公羊。提盗墓贼鲁大前来认尸。是。让开！大唐石阳县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拜托了。卢将军，这老太婆疯病多年，上次验尸是给她儿子侥幸为之，现在让她行仵作之责，恐有不妥啊。徐县丞，我老娘有时的确不怎么明白，可验尸绝不含糊。莫要理他，验尸要专注，不听闲言碎语。是。春条，我儿不在，你代为记录。是。你还会写字啊？我写的不好，会写便是难得。莫要交头接耳，认真记录。是。验，死者头部无伤痕，无中毒迹象。记下了。验，左手臂和左手背有抓，左上臂有淤青。验，死者右臂腕处有大片的淤青，手臂有抓痕。验，死者后背遭利刃插入。记下了。胸肋也有创口，前后创口，皮肉多卷凸，周遭血痕凝结。记下了。袍服处也有破口，与尸体的创口同类，且内外都有血迹，初步可断定遭利器猛刺，后背插入，洞穿身体，胸肋而出，此乃致命之伤。有伤口推断，应死于前日亥时。这都能算出来？记下了。验尸毕。娘，那儿不是还有一具尸体？娘，您不能太累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儿独孤阳何在？他已学成仵作，叫他来验尸，我一旁辅正。娘，独孤阳，他……你支支吾吾的为他遮掩什么？出了命案，身为仵作却迟迟不到，如何对得起捕贼官和公谢的信任？如何对得起死者和家属的期待？我就说嘛，犯病了，如此恍惚，验尸所得能算数吗？春条，快带你老娘回家吧，告诉她独孤阳已经死了，昨天是他自己给验的尸。县丞。
堂女仵作草会宴时，闲杂人等退后。娘，啰嗦什么？娘，咱们今日先回去休息休息，明日再宴那去可好？宴时关乎死亡真相、人间正义，身为仵作，岂可懈怠？放心，有我在呢。宴，死者头颅完整，无中毒症状，双眼突出，舌溢出，双手微握，鼻内出血，颈部有大片的淤青和抓痕，疑似生前与人厮打，被掐中喉咙所致。记下。娘，别慌别慌，大家来帮忙，架到窝里去。老坏，你为何击鼓啊？这鼓可是为有冤之人准备的。我杀了人，杀了娄清潭，我认罪。那天晚上，我是去给独孤阳送粘土的，刚把所有的土搬到院子里，娄清潭就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找独孤阳算账的？对，他不在。那我就找你算账。我说过，你爹是喜欢吃我店里的糊饼，但他的死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？那你为何再给独孤阳钱，还是银请？你现在又在干什么？你这么有钱的一个老板，为何帮独孤阳干活？分明是你们串通一气，他帮你隐瞒了毒害我爹的罪行。我没毒死你爹，也不许你诬陷独孤仵作。娄清潭，你不能诬陷我，可不能诬陷独孤仵作。哎呀！回到家，我岳爷又好吧？怕娄清台把这个仇也记在独孤仵作的身上，趁他饮酒之际归来报复，所以我就又回去了。没想到娄清台已经死了，失手杀了人，我懊悔不已，但也来不及了。我害怕被人发现，就把尸体藏于泥蛹。杀！何人害老子？我只要宝贝，不要命。留下你身上的宝孔，可以滚了。哪儿来的流寇？敢劫我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！好汉，交个朋友，这些金银，一人一半，如何？想得美！有个独孤什么的，什么印？要是有那件宝贝，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。独孤信，多面印。对，这个我没有。死到临头还不老实，
看来我只能割下你的脑袋了。不，我真没有。幼兄，饶命！这些都给你。我就要那宝印。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，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，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他娘子的，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。可惜我在宫谢多年也被骗了，还差点掉了脑袋。幸好书呆子县令糊涂把我放了，我这不赶紧逃命吗？我这书呆子县令是糊涂，弄不明白你在宫谢当差，哪来的这么多金银珠宝？牛大明，独孤家属何在？苏先生，您醒了。老周，那牛大明很是狡诈，可先将其放了，又其暴露。已经放了。刚得到的消息，牛大明试图潜逃，县令又带着人去抓了。何人之策？卢将军。我想起来了，陆凌风也来了石阳。卢将军还在冥器殿里的泥俑里搜出了2具尸体，分别是盗墓贼陆二和娄青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可验了尸，验了，可审了一番。审了，快将所记拿来我看。好。县令，卢将军，苏先生醒了，太好了。他说什么了没有？他说让你把牛大明放了，有其露出破绽。哎呀，卢将军，你看，苏先生又跟你想到一起了。他还要去了卷宗和验尸记录，现在正叫人抬着去宫谢停尸之所。何人有急登问过？老人家，别敲了。本县令在此，您为何不在家好生休养啊？我好了，这老酒鬼竟是个神医，给我扎了几针，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是力气。身为仵作，验尸岂能半途而废啊？尸首在哪儿？叫我继续。快点啊！女仵作都说了，那掐脖子的伤不足以致命，赶紧安排他继续验尸吧。大唐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鬼神必至。你在做什么？验尸。你是仵作？不是。尔非仵作，何谈验尸？老人家，他是……把我抬出去，别妨碍仵作验尸。你看醒了吧？义兄，不苦，为兄度过此劫，至少能再多活10年。费老技师，多谢你又救了我一命。要谢就谢卢凌风吧，要不是他，那刺客就把你的脑袋取走了，那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那就请义妹代劳吧。卢凌风他好像不愿意理我。义兄，他对你有误会，你这么做肯定有难言之隐，你应该说出来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说也罢。老费，告诉独孤县令，待曹慧验尸结束之后，我想再验一次。谢君，你上街上帮我买样东西。好。
义兄，樱桃也醒了，要不要带你去看看他？你还是先帮我去买东西吧，啊！禀县令，死者虽无明显的外伤，但并不意味没有致命的内伤。半个时辰后，请将尸体置于太阳下，曹慧继续验尸。义兄，买回来了。好，独孤县令，既然仵作还没回来，可否让苏某先试试？苏先生想怎么试啊？取水来，浇在尸身上。费骑士，帮个忙，用此红伞遮挡住太阳光，仔细观察每个部位。好嘞。你们看，阿飞，把伞拿开。躺上。非利器、钝器所造成的伤痕，不明显，也不容易被看到。由此消隐的伤痕可推断，此处肋骨受重压而断裂。哎呀，厉害呀！倘若是时间太久，尸体已经腐烂了，只剩骨骸，那又当如何呢？可用蒸骨法。别吹了，你这番话难以服众。那就只能剖开胸膛，直观其肋骨。剖尸？若死者家属不准呢？那家人不准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大唐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点火。烤白梅饼。春条，跟我学。磨蹭什么？娘，我怕死人。仵作之气，何惧死人？哎呀，就不要难为他了，我来。老酒鬼，让开！我家3代仵作，也是从无差池。如今在石阳公廨之内，在县令和诸位的注视之下，你就算替我儿帮帮娘。是。
禀县令，这几处肋骨已断，乃重物所致，此人是被闷压而死。白眉秉验尸，我曾听恩师狄公提起过，没想到今日能亲眼得见。多谢老人家。此法是将尸体内伤呈现于表面，手法高明。卢林峰，钦佩不已。诸位见笑。尸验毕，曹慧告退。马怀，这么说来，你人还不错，可你掐死了娄青台，这是死罪啊！对了，马怀，我记得你说第一次离开冥气殿时，正是此番情景。你去冥气殿行窃，走的也是后院吧？什么行窃？什么后院？你说什么呢？书历记载的很清楚，前次受审你说，昨夜我当值，亥时2刻离开宫廨，到冥气殿最多亥时3刻。我说几句话就走了。对啊。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，是，那天是牛七长，不，牛大明是他当值。县令可真随和，请一个仵作喝酒。要下雨了，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。你盯着点，我困得紧，找个地睡会儿。是，你根本不是去睡觉，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冥气殿。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的鞋很新呢，旧的换在家里，还没来得及洗吧？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，若不是雨夜去了冥气殿后院，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泥俑专用的粘土？我没有，我为什么要去冥气殿？为了独孤信多面印。我请你时，你说，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，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，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得娘子的，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。没想到我在宫廨多年，竟也被骗了。你应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吧？都好不算什么东西，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的印。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，就算我去了，我也没杀人。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？你被抓入狱时，根本没有发现娄青台的尸体，而我刚才故意说娄青台已死，你却毫无意外。你才是杀害娄青台的真凶！牛大明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根据青鸟所述画的。牛大明，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兄，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，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，这才错过了找阿兄的机会。他诬陷我，用刑！独孤县令，别再犹豫了，不用大刑，此贼不会招供。姓徐的，你也落井下石？徐县丞所言极是。
具体用什么刑，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。还不从实招来！我潜入明启殿后，到处翻找，都没有找到那印。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，谁？牛局长，你来偷东西啊！楼青台，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，但是你要救主持公道。把毒死我家的马华礼、骗尸作假的独孤阳，都抓起来砍头。你做下的事，我就不会说出去。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去。罗凌风，厉害呀！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。嘿嘿，苏明，你这个代师传艺传得不错嘛。公堂之上，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。哎，卢将军，还请你代为梳理，那天雨夜，灵渡明启殿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也好，我就献丑了。那夜，独孤阳负县令之约前来攻谢喝酒，春山趁机潜入了明启殿。春山找到了些铜钱，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。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，春山逃了，后院里。马怀与娄青台发生了冲突，不能诬陷独孤仵作。此时下起了雨，马怀离开，而后牛大明潜入，却碰到了娄青台，痛下杀手。马怀却担心娄青台会对独孤阳不利，再返回时，发现了娄青台的尸体，以为是自己杀了人，慌乱间用泥俑藏尸。接下来，是独孤阳回到了明启殿，遭遇了盗墓贼鲁二。何人？故人。我不认识你，可我认识你，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。这难道不能说是故人？你是盗墓贼！之后，你又回到了明启殿。独孤阳为了救你性命，杀了鲁二。那也是他杀的，不是我。而后你与鲁二厮打中丢失了赌具，却因此暴露了行踪。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，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。若不是独孤阳接济，你早就饿死了吧？不知感恩，还试图敲诈，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！你可不要激动啊！坐下，坐下，听他慢慢说。他现在在分析案情，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，不一定是真的。娘，罗凌风，你接着说。而后，独孤阳拿银瓶给春山，让他离开石阳，继而用泥俑藏尸。这时，你又来到了明启殿，因是后悔没有更好的处理好娄青台的尸体，试图试探独孤阳是否已经发现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？不怕娘子
陪别人睡觉去。哎呀！好吧，又让你说中了。牛大明走后，便是你董老板来谈生意。我是亥时3刻从家走的，到冥器店最多半刻钟。独孤阳答应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，我欣喜若狂地回家去拿银子，再回来的时候，人就死了。哎，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。牛大明，你第3次潜入冥器店杀害独孤阳，到底是为了春条，还是为了那枚印？我没有。事已至此，又有证人更夫钟伯，你还想抵赖？钟伯就是胡说八道。我是又回了一次冥器店，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，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，楼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。信口胡说，那里纸人纸马颇多。即便如你所说，独孤阳当时不在店里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？这我哪知道啊！你欲得宝印，更贪图春条美色，杀了独孤阳后，将凶器放到倪勇手中。石阳县本无县尉，但有命案，皆交于你手。你本想用倪勇杀人的说法将此案蒙混过去，可惜呀，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探案，又有远道而来的故友帮忙，你未能得逞。杀一个掉脑袋，杀2个也是掉脑袋，我为何抵赖？独孤县令，徐县丞，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。牛大明是否招供，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。身为公谢之人，牛大明，你贪财好色，一夜之间连取2命。来人，拖出去，给我打，打到皮开肉绽，打到他招供为止。是。等一等。独孤县令，何不把钟伯请来，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？若书吏所记无误，前次钟伯已当庭指认了牛大明。你不会是之前受伤，伤到了脑子，忘了吗？忘倒是没忘，但此事关系重大，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。独孤县令，带证人钟伯。钟伯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害的独孤仵作。不，钟伯。牛大明已经招供，杀人者偿命。你的仇报了。真的？钟伯，您和牛大明有仇？我没有。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公堂之上做伪证，可是重罪啊，钟伯。我死都不怕，只要能亲眼看见。
他牛大明的脑袋！姓钟的，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？那日，你指认牛大明，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明气殿。说谎的人是他。那晚晴朗，月亮又大又亮。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，而你所处却是……仲伯，为何说谎啊？我就是想为阿弟报仇。去年石阳城闹贼，没过几日，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啊！荀伯，荀伯是你阿弟，根本不是一个姓儿啊！我二人同为更夫，早已结为异姓兄弟，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，丢了更夫的差事。你抓不到贼，就拿我阿弟顶替。你认不认？我去年闹贼的案子，我记忆犹新。牛大明，你因此还向公谢要了3000钱的赏金。是，又怎样？本来就没什么贼，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，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？将赃物呈上来。可到底谁杀了我儿？老人家不急，谜底应藏在钟伯心里。独孤无作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让我指认东浩谷，我却动了私心呐！指认我？什么意思啊？你闭嘴！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免印占为己有，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？钟伯，请据实相告吧。好，我说，我阿弟死了以后，我就只有独孤阳这一个朋友了。那时，我又路过明曲殿，想去讨口水喝。牛大明一阵污言秽语，还说春条和董浩谷睡在了一起，被他捉奸在床。哪有的事？刘大明，你无耻！姓牛的，我是喜欢春条，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。是我编的，又怎么了？若独孤阳上了当，杀了你，那春条就是我的了。独孤阳还真上了当，可惜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只管验人尸，不可害人命。无论因何缘由，犯此规者，当即日自裁。这是行训。为救春山，
独孤阳情急之下杀了鲁二，他明知道鲁二是盗墓贼，若及时报案，可免死罪。但独孤阳心中难以违背的就是这仵作行训。他用泥俑藏尸，让春山离开石阳，应是试图掩盖，但杀死了鲁二的独孤阳，被仵作行训逼上了绝境，在精神恍惚中又受了牛大明编造的那些污言秽语的刺激。苏某虽并未与独孤仵作谋面，但此刻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痛。此时董浩古来买印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把钱都转成银品，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来。今夜就要？没钱就算了。不，你等着，我去取。此时独孤阳处于精神恍惚之中，但是他要去做一件事，做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，所以他在离开冥器殿的时候并没有熄灭烛火。而牛大明第3次来冥器殿，发现店里根本没人。哎，苏无名，那独孤阳到底做什么去了？唉，老人家，独孤阳将楼里德的尸体带回家，是什么时辰啊？亥末子初，这就都对上了。独孤阳虽已决定赴死，奈何楼青台反复纠缠，他也担心错判其父死亡的真相，于是决定将尸体背回家，叫其母曹慧赴宴。所以那夜我儿才说有娘赴宴，真好。娘，儿子当了一辈子仵作了，从没出过错，没有辜负娘亲传的记忆。娘，我最大的福分便是能做娘的儿子。儿啊，你不会是自行了断吧？就是。兄长，此时我又路过冥器殿，见灯还亮着，就想陪他去说说话。你来了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你脸色不大好啊，是不是该早点歇着了？要不今夜就回家去睡吧，这里啊阴气重。不是这里阴气重，是我阴气重。钟伯，我能求你帮个忙吗？哎，仵作，你看你咋一下子客气了？有啥事儿你说吧。钟伯，请受独孤阳
一败。哎，仵作，你他要自行了断，让我把剑放到你勇手中，等在冥气殿外，待子丑交接之时，见谁来冥气殿，就指认谁是凶手。我问，为什么？可是为什么呀？哎，仵作，仵作之死，无足轻重。为什么呀？独孤之夺，害我成全。